很多人对 F117和 SR-71这两款冷战传奇战机的印象，可能是黑科技双雄，甚至有人直接把它们当作是前后接棒的隐形战神。一个是能隐形的夜鹰，一个是快得连导弹都追不上的黑鸟。他们机身都漆黑，外形都科幻，编号还都带个1，看上去似乎确实是属于同一个战术血统。但如果你真这么想，那恐怕就上当了。这两架飞机其实几乎没有任何重叠点，不但功能完全不同，连他们诞生的动机、技术逻辑都是南辕北辙。说他们是兄弟，不如说是误会。SR-71的设计哲学是，只要我飞得够高够快，敌人根本来不及反应；而 F117的理念则恰恰相反，我不需要跑，只要你根本看不到我。这是两种极端到几乎相互排斥的战略思维，前者是速度带来的压制，后者是信息不对称制造的隐蔽。更讽刺的是，尽管这两架飞机都成为了冷战时期美军高机密象征的代表，但他们的神话几乎都建立在一种被后人误解的滤镜下。比如，有人说 F117是隐身战机的巅峰成果，但实际上它的隐形是以牺牲飞行性能为代价，几乎连空战都无法参与。再比如 SR-71总被吹成无敌侦察神机，但很少有人提到它从来都不是实时情报工具，甚至连一颗炸弹都不能挂。这种误解也正是我们今天想要打破的起点。我们不去神化这两架飞机，而是要还原他们真实的角色。他们曾经确实改变了战争的想象力，但那并不等于他们没有缺点，也不代表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继承关系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拆解一下 SR-71和 F117这两架飞机究竟代表着怎样的极端哲学？他们各自走到极致之后，又是如何碰上的技术瓶颈，甚至被历史抛弃的？当你把它们放到同一张冷战地图上对照着看，才会发现，原来这些我们以为的空中神话，很多都是误会的产物。如果说 F117和 SR-71像是两个各玩各的冷战奇才，那他们背后的技术理念更像是两个互不信任的理论家。一个坚信速度可以欺骗导弹，另一个坚持不存在才是最安全的存在。这不是谁先进谁落后，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恐惧哲学。一个用压倒性动态优势让你害怕追不上，另一个用彻底的信息消失让你不知道该怕什么。SR-71的存在逻辑是跑得快就没人能拦得住你。这架飞机的核心战术并不复杂，在3万公尺的高空用3倍音速飞过你的国家主权上空，飞行时间短到你拿望远镜都来不及聚焦。它不靠隐形，它靠的是你反应慢，甚至连飞行员的制服都是特制耐高温的，因为整个飞机在飞行中会因空气摩擦而热得发光。说穿了，这不是一架战机，是一发会回家的战略子弹。而 F117则完全是另一种思维的结晶，它的形状看起来像是数学建模失败的产物，实则每一块棱角都是为了把雷达波反弹到奇怪角度，让对手压根看不到的。它不求快也不求高，它要的是不存在，哪怕只在雷达屏幕上看不见我，成了它最大的安全保障。夜间行动加小型炸弹加高精度引导，让它成为了专门执行外科手术式攻击的夜战幽灵。两种哲学都极端，但也都在冷战阴影下成立。一个是大声告诉敌人我在这儿，看你敢不敢打；一个是轻声地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我什么时候来了。这不是对错之争，而是冷战双方对控制战场节奏这件事儿的两种回答方式。那为什么这两个方向不能合体？这恐怕是很多军迷心中的终局幻想。又快又隐形，不就天下无敌了吗？遗憾的是，现实比动漫要保守得多。要实现高马赫飞行，机体必须细长、抗热，结构刚性极强，这些设计特性天然就是雷达波的放大器。而要实现隐形，则必须控制结构形状、涂料材质、电磁反射角度，讲究的不是强度，而是低可见度。两者在工程实现上几乎互斥。你不能一边穿着防弹衣一边隐身，你也很难在发动机烧到红热的状态下还不被红外追踪系统锁定。就算今天的 F2或 B21，也只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某种妥协，而非融合。所以 SR-71和 F117就像是一对理论上谁也看不起谁的空中怪物，一个嫌对方太慢，一个笑对方太脆，但最终他们都证明了一件事：极端策略能够造出极端武器，真正难的是把它们融为一种通用方案，而这正是下一代空中力量要面对的问题。尽管 SR-71和 F117都在各自时代被奉为黑科技，但把他们一口气塞进传奇的神坛，未免也有点盲目崇拜的成分。尤其是坊间那句流传甚广的说法
F117是隐形版的黑鸟，听起来很带感，可惜技术上基本不沾边。首先从 SR-71开始拆台，它的确能飞得比导弹还快，但问题是它太快了，快到自身发热严重，飞行途中整个机身表面温度动辄上百度，活脱脱一个飞行烤箱。这种高温状态不仅让敌人的红外追踪系统兴奋地跳脚，也让自己的自燃式曝光。你可以想象，它像一个穿着荧光衣的特工试图潜入敌营，够快但不够稳。更麻烦的是它的维修。SR-71几乎是靠黑科技维持生存的存在。钛合金机身虽然是抗热，但难造难修，维修人员必须受过专门训练，就连燃料都得用一种低挥发性的特制航空煤油，加油过程甚至需要点火用液体助燃剂。想象一下，一辆必须点火才能够加油的飞行器，每次加油就像是搞一场化学实验。这玩意儿不是战机，更像是一台实验室脱缰的野兽。再说它的电子设备，由于研发时间太早， SR-71在电子战和态势感知方面可以说是原始人带着石刀进太空。侦察是它的核心任务，但侦完之后怎么处理？无线电传输慢，数据处理靠人工回收底片，等你解析完，战场早已换了风景。那么 F117有没有好到哪儿去？它的问题则完全相反，太隐了。隐到什么程度呢？隐到必须晚上出门，隐到只能靠预设目标行动。它不像现代战机那样能灵活应变，甚至不能轻易打开通讯设备，以免暴露方位。说白了，它是个听话的杀手，但不是聪明的猎人。实战中 F117也并非刀刀致命，最著名的一次滑铁卢就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被南联盟防空部队击落。这次事件虽然是被包装成了偶然中的意外，但实质上反映出它隐形优势在面对老式雷达与战术诱导下也非绝对。尤其当敌人学会开关雷达、模拟回波、用神眼盯天的时候，隐身这件事就没那么神了。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的是， F117虽然精准，但它的打击载荷极为有限，只有2个武器挂架，主要用于投掷激光制导炸弹，这使它无法承担高强度多目标打击任务，必须依赖其他战机配合。你可以说它像个开锁高手，但只带了一把匕首，刺得准却打不了群架。所以当我们把这2架传奇战机的黑匣子一一打开，不难发现，那些让人着迷的神话，有些确实名副其实，有些则更像是冷战宣传机器的精心包装。SR-71在战略侦察层面确实无敌，但它无法融入快节奏的现代战场。F117开创了隐形打击的新时代，但也被限制在一个精致而脆弱的角色里。如果非要说谁更先进，也许答案不是谁更强，而是谁对之后的战机发展影响更深。而这又带我们悄悄走进了下一个问题：这些空中怪物到底留下了什么遗产？又有谁继承了他们的灵魂？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冒出个挺合理的猜测：既然 SR-71退役， F117登场，那 F117不就是黑鸟的接班人吗？这看上去逻辑通顺，毕竟2架飞机都黑不溜秋，飞得神神秘秘，还都靠你发现不了我这个技能包吃饭。但真要是这么想，那可就把战略职能给搞混了。SR-71和 F117压根不是一个谱系上的产物，它们之间没有传承，只有误解。首先 SR-71是一架纯粹的战略侦察平台，它的强项是速度与高度的结合，飞到你打不到的地方，拍到你不想被看的东西。它从来不携带攻击武器，也不打算掩护谁或者是炸毁什么。它就像一个冷战时代的空中间谍，进得快，看得清，跑得掉，任务完成就回去洗底片、晒照片，拿数据给高层看。可以说 SR-71的战斗力全在底片里，而 F117压根不会拍照，它是个不看不听只动手的狠角色，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打击平台。它不自带侦察设备，飞行时几乎闭眼行动，全靠别的系统喂情报。前方目标由谁发现，不是他自己，而是 E3预警机、RZ135侦察机，或者更常见的卫星系统。F117只管安静地飞过去，瞄准目标扔炸弹、闪人，照他搞侦察，就像请个刀客去当画家，不是不行，是浪费天赋。那为什么不能做个侦察一体的合体机？技术上并非完全不可能，但在当时2个系统的任务逻辑、飞行姿态、传感器设计都南辕北辙。SR-71的高速高空飞行环境对光学和红外侦察设备极为理想，而 F117的飞行则是慢慢潜行，靠极低的雷达反射特性隐秘接近目标。前者是白天阳光下的远望镜头，后者是午夜潜入的冷兵器刺客。更不用说2者的指挥链和作战节奏也大不相同。SR-71偏向战略层级的信息获取角色，
面对的是整个战区乃至跨国级别的态势感知需求。F-117则嵌入战术层面，用手术刀式的精准打击支援地面部队或者是摧毁战略节点。他们不是传承关系，而是互不干涉，甚至有点彼此看不顺眼的并行宇宙。这么一看，把 F-117当做 SR-71的替代品，几乎就是把望远镜和狙击枪画上了等号。一个是为了看得更远，一个是为了打得更准，各有其道，互不重叠。冷战时代的技术布局从来不是升级换代这么简单，它更像是棋盘上各走各路的棋子，背后拼的是情报节奏、决策逻辑和战术需求的协同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我们就能理解为何 SR-71退役后，美国空军一度面临高端战略侦察平台真空期，而 F-117从头到尾也从未试图填补那个空缺。不是他不想，而是他根本不合适。这也顺势引出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，在 SR-71和 F-117都退出一线后，现代空军到底是怎么重新组织情报与打击体系的？而又是谁继承了这两个空中幽灵留下的巨大空白？说到底，这两位黑人的命运其实有点像那种年纪轻轻就退圈的巨星，不是不行，而突然之间没人知道怎么用他们了。SR-71退役的时候，舆论场几乎炸了锅，你们疯了吧？一架能飞到马赫3，还能够全球打卡拍照的战略神机，说退就退。确实，从纸面能力看，黑鸟是几乎完美的存在。但你要知道，它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防空导弹，而是预算部和战略规划师。那个时候，美国已经在大力发展侦察卫星，尤其是 KH-11那类高分辨率的天眼，跟 SR-71比，他们虽然不能临时掉头，也不会吓跑防空系统，但胜在24小时在线，全球覆盖，不用请假。更关键的是便宜静默，没人抱怨高空太冷。而 F-117的退役则是另一种时代换轨的故事。当年它被推出时是绝对的技术经验，能在敌人睡觉时摸进来，丢完炸弹拍拍翅膀走人。但到了2000年代后期，空军面对的已经不再是找得到但打不穿的目标，而是找不到在哪儿，打了也没用的非对称战场。一架一次只能炸2个点，完全依赖外部情报支持的 F-117，在一个满天都是无人机，每颗炸弹都要打出战术故事线的年代里，显得过于精致，过于挑剔，也过于贵。简单说啊，它不是打不过，而是不合时宜。更深一层的问题是，这两架飞机都不是败给自己，而是败给了系统性的结构变革。SR-71退役时，没人再需要它那种大航程全天空临场侦照的能力了，卫星和 RC-135足以凑合着用。F-117退役时，美国已经开始布局多用途隐身战机、无人机协同打击和网络中心战体系。不是它不好，而是它太单一。但这里头也有个小反差， F-117在退役10几年后又悄悄复活了。它没有名义上的重新服役，但我们都知道它又飞起来了，扮演靶机，参与红旗军演，甚至传出实战出击的传闻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这架飞机的战术价值虽被取代，但战术模拟和对抗演练的意义依旧存在，它依然能够在新体系中找到余热发光的位置。至于 SR-71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哪怕今天有技术能够让它复产，战略思维却早已转移了焦点。低轨道卫星、隐形无人机、高速数据链取而代之，黑鸟不是被证明无能，而是这个世界不再需要一个速度胜过一切的孤胆英雄了。你可以说啊，他们都死在了自己无力干预的系统切换中，不是被打败的，而是被换掉的。站在今天回望，他们留下的不只是速度与隐形的传奇，还有一个问题，至今没完全回答完：未来的空中幽灵究竟是人还是 AI， 还是连你都看不见，但他已经知道你在哪儿的某种存在？很多人说 SR-71和 F-117是技术怪胎，但怪胎不等于失败，相反，他们留下的遗产比那些战功赫赫的主力机型可能还要深远得多。黑鸟给世界带来的最大震撼，不是它飞得多高，拍了多少照片，而是它让整个军方第一次认真考虑，是不是可以靠速度来逃避死亡。它不是战术工具，而是一种哲学实验。如果你能飞得够快，那么防空导弹、敌方雷达，甚至整片领空的存在都变得可商量。F-117则更进一步，它不是躲开子弹，而是消失在战场里。它的诞生直接改写了空战的定义。你不一定要强，但只要让对手找不到你，这一点在80年代冷战僵持、全球防空系统如临大敌的背景下，简直是一记心灵暴击。但要说他们最大的贡献，还不是战术，而是想象力。想象力是军事科技最难量化的一环。
SR-71证明了高超音速飞行不是幻想，它也成为了今天 NASA X-Plane 与 NGAD 设计的技术祖师爷。没有黑鸟，就没有后来的极音速战斗机这个话题。F-117的出现，则是隐形技术从理论走向实用的第一步。它直接催生了 B-2幽灵、F-22猛禽，再到 F-35这些隐形世代的全明星阵容。你今天能够看到这些像鲨鱼一样滑的战机，全都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 F-117那块扁脸三角板的精神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两架飞机改变了军方怎么想象未来。以前的设计思路是越大越猛越快，但从他们之后，军工复合体学会了一个新概念，不需要所有人看得懂这台飞机，只要他做的事儿没人能防住就行。这种反常识的设计思维，如今成了5代机、6代机乃至高空无人侦察系统的起点。从这个角度看， SR-71和 F-117其实是战术逻辑的断代者，不是为了解决旧问题而生，而是为了逼迫整个战略系统重写问题本身。这就像是你发明了望远镜，不是为了看清原来的地图，而是为了逼问一句：地图画得对吗？所以，我们该如何定义他们留下的遗产？是 SR-71那种把侦察变成一场速度与天空的豪赌，还是 F-117用三角折纸改变了整整一代飞行器的长相与战术思维？这两架飞机可能都没有打过多少仗，但他们改变了所有人对战争的想象方式。那你怎么看？如果今天让你选一架重新投入战场，你选黑鸟还是夜鹰？他们谁更值得复活？评论区留给你开火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内容啊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也欢迎转发给那些以为 SR-71能发射导弹， F-117能看穿山林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拉他们进来补课。下一期我们要聊的是一款差点成为航母隐身战斗机的失败者，以及另一架从未服役却影响了整个6代机设计的幽灵原型。他们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更离谱，但也更真实。我们下期见。